给老皇帝冲洗当天，他一命呜呼，我升级为太后。新登基的小皇帝有才有德，很是得民心，唯有一点不好，抠门，缩减上下开支，官员大臣不得奢靡度日，连他自己都是一件衣裳新3年，就3年，缝缝补补又3年。不久后，百官齐见皇帝选秀立后，没想到皇帝老毛病又犯了，说选秀又要耗费一大笔银子开支啊，太后每年固定开支也不是小数目，不如让她为皇后，这样只要花一份钱，既有皇后又有太后，也能省下一笔开支。我叫苦不迭，你有病。满朝文武不禁腹诽，他可真抠啊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老皇帝80岁高龄的时候，突发奇想要人给他冲洗，朕的身子一日不如一日，听闻民间常有冲洗之法，中宫之位空悬，朕也想要寻一八字相合的女子冲洗，不拘家世地位，人长得好看就行。此言一出，百官叫苦不迭。礼部那群老头私下抱怨，说什么冲洗，还不是想要年轻漂亮的小姑娘。官宦之女不愿入宫，几个老头擦擦汗，决定从民间选一贤良女子入宫。不久后就派人打探到我家，我爹躬身说，官爷，小女真的不合适啊。我家女儿个个命硬，害怕冲撞了陛下。老大嫁给了村东头卖猪肉的，没过2年老大男人就死了。老二嫁给了村南头卖草帽的，没过1年老二男人就死了。老三嫁给了村西头卖豆腐的，没过半年老三男人就死了。现在就剩一个老四了，才14岁。爹以为这样说，官爷就能不让我进宫了。毕竟我长这么大，见过最大的官就是村长，根本没想过嫁入皇宫。皇后2个字与我更是遥不可及。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嫁给村北头卖酒的沈哥哥，然后生2个胖娃娃，长大后一个卖桂花糕，另一个卖粽子糖。不过沈哥哥每次见到我都是绕着路跑，他肯定是太喜欢我了，所以才会这么着急回酒坊做工赚钱娶我呢。没想到几位官也听爹这么说，满眼放光，就他了。皇帝见到我也2眼放光，因为我家4个女儿个个都是美人，但实在克夫。妙，真是个妙人。又问了问我的名字，你叫什么？商琳琅。琳琅，这名字好。老皇帝一激动，一口气喘不上来，蹬蹬腿走了，留我一个人傻眼。然后大声喊，来人啊！门口几个老头冲进来，相视一笑，对我说，干得好。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扶持太子登基为帝。这群人像是早有谋划一样。我也是后来才知道，这大齐皇室早就乱成一锅粥了。皇帝昏庸，抢臣妻，玩戏子，连太监也不放过，皇室其他人也没好到哪里去。在八皇子慕容平出生前，老百姓的日子根本看不到希望。八皇子降生那年，老皇帝都64了，后宫近25年没有皇子降生了，而前面几个皇子全都给做没了，老皇帝再想生也有心无力了。1、2、3、4、5几位皇子互砍死了。具体来说就是你看我不顺眼，我看你不顺眼。他想当太子，我也想当太子。你看上的那个女人我喜欢，你看上的那个男人我也喜欢，反正折腾了好几年人都没了。至于6、7两位皇子呢，听说他俩乱搞，被逐出皇室，再也不能回京城了。所以慕容平一出生就是太子。出生后文才武功兼备，又生了一张美的雌雄莫辨的脸，任谁看到第一眼就是一句好美，但人们却不会因为她的美忽视了她的才能。慕容平8岁监国处理政务，清流民，放钱财，减赋税，改制度，保和平。当然不限于以上的大事，还有很多个巴掌都数不过来的小事。扶一瘸一拐的老奶奶走路，帮助逃婚的大姑娘夺回家产，农忙的时候帮着老乡一起抢收粮食，连快饿死的猫都能从慕容平嘴里分到一口稀的不能再稀的肉汤。听人说慕容平自14岁起一天就睡不过3个时辰，也是很拼的了。所以大齐老百姓对皇朝唯一的盼头就是皇帝什么时候死，太子什么时候登基。慕容平登基后举国同庆，我也顺理成章升级为太后。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和一群上到80、下到18的太妃们一起吃吃喝喝过舒服日子，还有数不完的桂花糕和粽子糖，
也就没那么想嫁给沈哥哥了。只是没多久，慕容平原形毕露，太抠了。慕容平挂在嘴上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老百姓的钱不能乱花，缩减上下开支，官员大臣不得奢靡度日。连他自己都是一件衣裳新3年，就3年，缝缝补补又3年。风波很快波及后宫，他没有宫妃，不能从宫妃的吃穿用度上省钱，便把主意打到了我们这群长辈身上。先皇好美色，活着的宫妃还有123人，每人30两，1月下来就是3690两，1年就是44280两。慕容平越算越心痛，当即下令，若是太妃们愿意出宫改嫁，一人给100两银子；若是不愿意，那便去京郊的承恩寺出家当尼姑。太妃们又不傻，能走的全走了，只有几个老得走不动的去了承恩寺。虽然我是太后，不至于被赶出宫去，但每个月的月例变成了5两银子，连工人都有12个变成了1个。当然，这5两银子是我和丫鬟小桃2个人的，日子自然是过得紧巴巴的，再也没有了吃不完的桂花糕和粽子糖。又开始想我的沈哥哥了，有的时候5两银子还不一定发得下来。我和小桃只能自力更生，在后宫种菜。我入宫好几年，虽然名义上是太后，但从未见过慕容平一面。实在是他太忙了，根本没时间见我。也或许是他早就忘了我这1号人。建平元年，慕容平改革吏治，罢黜了上万冗官冗兵，大力推行科考，让寒门学子入官场。我学会了在后宫种菠菜、青瓜、胡萝卜。建平2年，慕容平改革税收，减免人口税、青苗税、车脚钱、裤子钱，以开垦荒地种粮代替徭役。我学会了在后宫种冬笋、土豆、白萝卜、扁豆、玉米、大白菜。建平3年，慕容平兴建水工，建坝修桥，上到大坝下到农田水沟都统一修缮。从此汉田再也不用靠天吃饭，多年荒废的盐碱地都种上了绿树。我学会了做各种酱菜，酱黄瓜、酱萝卜、酱白菜、酱大头菜。建平4年，慕容平打击海匪大盗，派兵加强沿海诸省的治安，放松了对文书材料的管控，民间出现了不少有趣的杂文戏曲，还有一部奇书横空出世。我托小太监六喜把我做的酱菜偷偷的卖出去，赚了不少银子，顺带又研究了几道美食做法。我再也不是喜欢粽子糖和桂花糕的小女孩了。建平5年，慕容平率兵攻打北苑，收回16州失地。6王7王在云南造反，还没等慕容平赶到，当地老百姓就把他俩的头颅割下来了。我学会了打通关系出宫，在京城开了几家酒楼。我们都有美好的未来，腰里有了钱，就不想被困在后宫。还有我的沈哥哥不知道怎么样了，这几年见不到我，说不定会相思成疾呢。便第一次跟慕容平身边的王公公说，公公，当年陛下清算太妃的时候忘了哀家，哀家现在出宫晚不晚？我还想嫁青梅竹马的沈哥哥呢。王公公一拍脑门，满脸慈爱地说，太后娘娘，陛下怕是现在没空管您，您再等等。我又等了1年，慕容平又忙着蜀国朝贺，更没时间管我了。眼看着慕容平一天比一天大，却无后无妃，无子无女。礼部的老头换了2波了，慕容平身上的衣裳还是好几年前的，因为长了个衣裳有点短，还让王公公熬夜给他加长。陛下，现在四海升平，国务大事，你也该选秀立后了呀。慕容平眨眨眼，让礼部尚书往后退一步。礼部尚书不解，还以为自己触犯了慕容平，连忙下跪请罪。慕容平摆手让他赶紧起来，一脸无奈地说，爱卿，你唾沫星子喷朕脸上了。礼部尚书汗颜，不再说话。没多久，文武百官就一起催皇帝，都害怕皇帝是不是和之前的皇室之人一样喜欢男儿。为了杜绝这种可能，他们齐齐上书，陛下，该立后了，您都22了，先皇在您这个年纪时候宫妃都不下22了。陛下，该为皇家开枝散叶了，先皇在您这个年纪时候都有2位公主了。陛下，您再不娶妻生子，我们这群老臣无颜面见老祖宗们啊。陛下，咱可真有万里江山要继承啊。陛下，您还是稍微享乐一下吧。
这些话都是小桃和六喜传给我的，我只当听个乐子，并没放在心上。偷溜出宫的那天，突然下了场雨，我浑身狼狈地回宫，正好遇上了和我同样狼狈的男人。他的破伞烂了半边，外面下大雨，伞下下小雨，眼看雨越下越大，我俩去了同一处凉亭避雨。他袖口短3分，袍子短1寸，连把伞都是破破烂烂的。不用想就是太穷了，偏偏一张脸长得很是好看，好美。我不由自主地夸出了声，要是能带回去就好了。他脸立马通红，尴尬咳嗽2声，问我你是哪个宫的宫女？我摇摇头，我可是太后。他一脸疑惑，不解地看我，宫中还有太后？当然有了。他沉思了一会儿，过了1炷香的时候才问我，你1个月月银多少？还以为他要和我一起吐槽慕容平的抠门，我立刻大吐苦水。1个月只有5两，还经常被克扣，这几年我正在长身体。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过的，历朝历代哪家太后像我这么苦啊？因为早就跟王公公说了要出宫的事情，慕容平又是一个明君，所以我说话的时候就没有忌讳了。慕容平的抠门本来就是尽人皆知的事情，不用避讳。谁知他暗暗算起了账，1个月5两，1年就是60两，他看起来活蹦乱跳的，说不定能活到70、80，那就是3000多两银子啊。我并没有听到他小声嘀咕什么，而是问你1个月多少银子？他想了想说，我没钱。我眼瞪得老大，怪不得他衣服还是用布另外接的，雨伞破破的，原来给慕容平白干活啊。我不由得一阵同情，掏出15文钱给他，去西市买把伞吧，同样的油伞东市要20文钱，西市只要18文，你再和商家讲讲价，15文就可以拿下了。实在不行你就报我的名字。见雨下的小了点，我准备回去，他把破伞给了我，让我遮一下雨，我自然也没客气。他问我，太后娘娘，报你的名字报什么呀？卖酱菜的，好歹是卖酱菜起家的，整个西市谁不知道我的名字，酱菜娘子。回到崇安殿的慕容平就算了一笔账，太后1个月5两银子，皇后1个月也要10两银子吧，给她太少也不好看啊，这样1个月就是15两。慕容平的目光瞥下那15文钱，要是2个人变1个人。那个姑娘也挺有意思的，她倒是不排斥，不知道她愿不愿意。王公公是看着慕容平长大的，毫不夸张地说，慕容平放个屁他都知道什么味的。顺势说了一句，陛下，太后娘娘去年来找过老奴，只不过老奴看您太忙，就没敢和您说。王伯，他找朕干什么？说是想要出宫嫁人了。慕容平只听到想要嫁人几个字，看了看铜镜里的自己，好看，又看了看自己新写的字，好看，又想起自己穿盔甲的样子，好看，又看着被自己治理得井井有条的朝政，好看。商林郎第一次见他，也说好看，所以在朝臣又来劝他的时候，他故意说道，选秀又要耗费一大笔银子开支啊，太后每年固定开支也不是小数目，不如让她当皇后，这样只要花1份钱，既有皇后又有太后，也能省下一笔开支。远在后宫种菜的我，他就不怕文武百官唾沫星子喷他脸上。此时的慕容平打了个喷嚏，竟然心有灵犀，早就喷到脸上了。满朝文武更是腹诽，他可真抠啊。没过多久，王公公便过来正式宣布这个喜讯。我喷嚏直流，好像不太能接受这个消息。王公公，哀家是太后，怎么能嫁给皇帝？说出去不是笑掉大牙的事情。王公公却觉得没什么，大齐皇室都发生了多少笑料了，多这一个算不得什么，只要慕容平愿意娶妻就行。满朝文武拒绝的话也没说多久，随意推脱2句，便顺水推舟地说，那便陛下做主吧，这个祖宗能娶亲生子，不断送皇朝香火就行了。毕竟前些年皇室内斗太厉害，皇家子弟凋零，想要从宗室里面挑一个入嗣都找不到。我还是处于坚决反对之中，对王公公说，王公公，我有心上人了。很快这话就传到了慕容平耳中，他的心上人是朕。王公公也不知道怎么传的话，看到慕容平这要惊不惊，要羞不羞的模样，心里喜滋滋的，觉得两边再糊弄几回，这好事肯定能成。是的，太后说她喜欢您。
慕容平当即决定亲自来找我，王公公想拦都拦不住。我终于见到了慕容平，发现他竟然是下雨天遇到的那个侍卫。怎么是你？我只觉得后悔，没想到他竟然是皇帝，有一种被他骗了15文钱的感觉。慕容平战略性的咳嗽一声，听说你喜欢朕。我懵了，王公公是这么传话的吗？你听谁说的？我的心上人明明是村北头卖酒的沈哥哥。慕容平这才知道被王公公骗了，罚了他3个月俸禄，但我怀疑他是故意的。慕容平又掏出随身携带的小镜子，自恋地看了看，朕还比不上你的沈哥哥。当即决定要陪着我一起回村看看，毕竟我都好多年没有见过沈哥哥了。他说，这么多年，他说不定早就儿女成群了。我不信。马车悠悠地出了宫。不得不说，慕容平真的是一个敬业的好皇帝，就算坐在马车上，还在不停地批奏折，一刻也闲不下来。我偷偷看了他一眼，高挑的鼻梁，白皙的脸庞，真好看啊。很快到了村北头，慕容平让我下去看看沈哥哥，要是他愿意娶你，朕就给你们赐婚。但临门一脚，我突然害怕了，怎么都不下去，死死地扒着马车说，要不改日再来。慕容平斜眼看我下，挑了挑眉毛，就利索地跳下马车。有2个小童从屋子里面出来，看见慕容平，脱口便是好美，而后就转头对屋子里面大吼一声，爹爹，有客人来了。沈哥哥忙出来招呼慕容平，客官，可是要买酒。慕容平掂量下并不富裕的荷包，根本没打算买酒，只是看着他说，你还记得商林郎吗？我早就透过马车的缝隙看向沈哥哥，只见沈哥哥抓耳挠腮，绞尽脑汁地说了一句，他是谁？慕容平上马车的时候，就看到我哭得稀里哗啦，还很善意地把衣袖借给我擦眼泪，但当我说让他去给我买个帕子的时候，他却拒绝了。朕的这个帕子还能用。说罢，就掏出了他的帕子给我。我哭得更厉害了，怎么有这么抠门的人？一连失落了好几天，小桃和六喜劝我，主子，平常也没见您提过沈先生几次啊，怎么这么伤心？我哼一声，人家哭的不是爱情，是支撑我走过青春岁月的男孩子不在了。小桃还是不懂，沈先生还活得好好的呢。不过我并没有伤心多久，因为第7天的时候，慕容平又过来了，开门见山地问我，商林郎，你可愿意当皇后？说完就是死一般的寂静。我们2个大眼瞪大眼，我知道慕容平很抠，所以故意问，当皇后你1个月给我多少月银？慕容平伸出2根手指。来之前，王公公特意叮嘱他，陛下，您是真的想要娶商娘娘吗？要想娶媳妇，可不能抠门。我同样伸出2个手指头问他，200两。我翻过历朝历代的内务册子，皇后的月份顶多1个月100两。当然这是官方记载的数据，实际上还会有很多其他收入。可是慕容平摇摇头，20两，这已经是他给出的最大诚意。我看着他加长的衣角，龙袍上的补丁，浑身上下没有一件之前的东西，扶额拒绝。我想要出宫，当皇后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没什么好处，我才不愿意呢。我有酒楼有铺子，出宫之后的日子照样过得舒坦。六喜是太监，出宫以后就不知道干什么，所以十分支持我留在皇宫，事后不停地劝我，主子，做皇后不好吗？奴才还想继续在宫里面伺候您呢。我摇摇头，皇宫太无聊了。小桃在一旁拆台，您都快把皇宫后院当成您家菜地了，这么多年也没看您觉得无聊啊。最重要的是，陛下他长得好看啊，您一直喜欢沈先生，不就是觉得沈先生长得好看，陛下长得比沈先生好看？可是他太抠了。六喜，他长得好看啊。他太抠了。小桃，可是他长得好看啊。经过好多回合的拉锯战，我终于说动了小桃和六喜，带着他们出宫看看。慕容平知道我不愿意嫁给他之后，只是有一瞬间的失落，而后毫不在意的笑笑。没事，你出宫了，宫中没了太后，就少了一份花香，挺好挺好。我敢说慕容平是我见过最抠门的人，没有之一。听说我要出宫，几个历经好几朝的老头子提前用生姜抹了抹小眼睛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找到我。商娘娘，您真的要走了吗？我看着这几个老头，
突然觉得有点熟悉。当初就是他们几个二话不说把我接进宫里来的。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，这几个老头子变成老头子了，还真能活。陈相公率先哭下泪来，商娘娘，你也知道陛下年纪越来越大，却不近女色。他好不容易说要娶您做皇后，您就屈尊降贵嫁给他吧。我摇摇头，谁不知道慕容平的算计似的，他就是想要一个皇后，只要是不要钱的，他肯定照单全收。却谁知陈相公说根本不是这样的，陛下哪里缺皇后？陛下是心悦于您啊。容老臣说一句大不敬的话，他想要不要钱的皇后一抓一大把，怎么偏偏是您？我想着陈相公这么说确实有理，而后猛地摇摇头，差点被他蛊惑了。我说，皇帝娶太后，这样的丑闻你们能接受吗？陈相公激动地一拍大腿，我以为他要发怒我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时候，却没想到他说，商娘娘，您怎么比老臣还迂腐呢？老臣活这一辈子根本没见过您这样迂腐至极之人。当年您这个太后一进宫，陛下就驾崩了，这么多年都是有名无实。再说了，咱们大齐前些年父亲娶儿子这样的荒唐事都有，这些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我震惊地张张嘴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也不知道要说什么，就当他说的有道理吧。这时刘相公又说，商娘娘，您就看在列祖列宗的面子上嫁给陛下吧，要不然咱们这位陛下可就要孤独终老。刘相公哭得情深意切，毕竟是慕容平让他们过来拦人的，还真说了要娶不到他就孤独终老这话。若是别人说，几位相公都会笑呵呵的左耳朵进右耳朵出，还会捋着胡子点评一句，男人的话都是放屁。可慕容平那个狠人是会说到做到的啊，所以几位相公紧赶慢赶的过来拦人。但这一切我都不知道，我只说，那你们也不怕我克夫吗？毕竟他们当时选我进宫就是看上了我克夫，而后很争气的克死了先皇。要说慕容平登基的功劳谱上还应该有我一笔呢。陈相公挽了挽袖子，朝着皇宫方向看了一眼，而后大义凛然地说，陛下的命令。我觉得再拒绝就不太礼貌了，我也不是什么铁石心肠的人。毕竟这几个老相公确实哭得情真意切，但还是提出了一点点小要求，倒不是不可以，只是……刘相公两眼放光，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说。我有几家铺子和酒楼，当了皇后之后还能随意出宫经营铺子吗？一直默不作声的裴相公发出尖锐的报名声，您之前都能随意出宫吗？刘相公压住裴相公的手，两人耳语几句后，笑得慈祥，当然可以啊。我想了想又问，我要是当皇后，皇帝就不能纳妃迎妾，宫中只能我一人。刘相公，那是自然的。还有，我总要有嫁妆和聘礼吧。我说这话的时候，也觉得自己有点得寸进尺了。没办法了，人都是这样。有这样一个大机遇摆在我面前，不想敲点竹杠，那不就是傻子吗？刘相公一边擦汗一边说，我们在场之人，一人出1000两可好？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说完，我笑嘻嘻地回了宫，也不说出宫的事情了。六喜和小桃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问我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。我心中憋着坏，做这一切不过就是战略罢了。做皇后好像没什么不好的，起码慕容平是我见过最好看的人。小桃劝我，主子，您不是嫌陛下抠吗？他长得好看。六喜也说，你不是想要出宫吗？可我做了皇后也能随时出宫啊。还有，他长得好看。小桃和六喜，恋爱中的女人真可怕。而我不知道的是，等我走后，几位老相公大变脸，这小两口把咱们当北院人整啊。北院和大齐是世仇，前些年一直压着大齐，但自从慕容平登基之后，开兵攻打北院，把人赶到了极北之处不算，还差点把人打得见太爷了。慕容平知道我要留下来之后，脸仍然绷得紧紧的，批奏折的手根本没停，朕就知道他心悦于朕。不过最后几句慕容平没好意思说出口。几位相公互相对视一眼，裴相公先说，陛下，商娘娘说没有嫁妆和聘礼，一人问我们要了1000两银子，您看这钱。他们5个后来一合计，不能吃这个亏，就算从慕容平这里要不过来钱，也要把这件事告诉慕容平。果然，慕容平听说之后脸色大变，
在心里默默算了一笔账。本来为了省3000两银子，现在3000两还没省下来，5000两就已经搭出去了。但毕竟是他娶媳妇，他也不是太无耻的人，让王公公去内库支了银子给几位相公。而我此时正在后宫舒坦的监督宫女太监做酱菜。本来是太后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皇帝不搭理我，宫女太监们对我的态度就不说多尊敬的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马上就是太后了，抽10几个宫女太监给我做酱菜，不过分吧？慕容平过来的时候正好看到这一幕，两眼一黑。他什么时候做过赔本的买卖？商林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笑嘻嘻地说，做酱菜啊，你也要做吗？慕容平差点仰倒，一旁的王公公已经很有眼色地洗干净手去做酱菜了。最终慕容平也没说什么，默默拿小本子给我记了一笔账，商林郎欠朕5000两。很快到了大婚之日，说是大婚，但慕容平为了节俭开支，并没有大操大办，能省则省。这身喜服算是他为数不多的新衣服了。我好奇地问他，陛下，我能问一个问题吗？你明明是皇帝了，有数不清的财富，怎么还这么节俭？为了照顾他的面子，我特意美化了一下，没说他抠。不过慕容平并没有在意，只说了一句，老百姓的钱不能乱花。我只觉得眼前的人此刻散发着圣洁的光辉，但既然是新婚夜，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。我俩坐在喜床上面面相觑，我问陛下，接下来要干什么？毕竟我俩实在谈不上有多少感情，一想到接下来要做那种事情，真是羞死人了。慕容平咳嗽一声，说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咱们是尽职尽责。啊，我还没想明白，就卷入了一场风暴当中。事后我累成了死鱼，慕容平睡不着，又随手拿起了兵书。因为大婚休息10日，那些很有眼色的相公们就没有把奏折给献上来。慕容平就拿起了兵书。陛下，您这么有精力吗？慕容平看了我一眼，把被子给我拉了拉，说，睡觉。成为皇后之后的日子和之前并没有什么不同。我打着皇室的名号继续做酱菜，开酒楼，生意越来越红火。还在宫外置办了一个宅子，要是来不及回宫，会在外面小住一回。而慕容平忙着当他的皇帝，当皇帝实在太忙了，从早忙到晚，国家大事不断，还要调和一些朝臣之间的琐事。就比如几个大臣吵架了，他还要做那个和事佬，顺带牵红线，保媒。我们好像都对彼此很放心。小桃私下里说我和慕容平，主子，奴婢觉得您和陛下的关系不像夫妻，哪有这么不熟的夫妻啊？我却耸耸肩，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他有他的事情，我有我的事情，也不是要随时都要腻在一起的。搭伙过日子不就是这样吗？就算当初我离宫之后，日子可能也和这差不多。日子大概过了1年，慕容平突然问我要不要生个太子。对于生孩子我没什么抵触的，只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就答应了。从那以后，我俩便加强了同房的次数，很快就有了耕耘的果实。因为皇室之中人实在太少了，听闻我有孕的时候，5位相公都快开心地跳起来，比他们当爷爷还高兴。慕容平也高兴，但还是很忙，忙着整改吏治，忙着征兵点将。这2年北院人又在边境有些小动作，骚扰边境的百姓，抢些粮食。慕容平知道后，就准备趁着这个机会亲征，扫平北院。几位相公阻止，说举国海晏和亲，没必要因为此等小祸事就兴兵北上。但慕容平却执意要去，我倒是二话不说就支持他去。因为慕容平给我看过大齐现在的版图，我俩总觉得北面有点空了，要是补上北院的那一角就好了，那以后等我的酒楼做大了，就能开到北院去了。慕容平带着大兵出征了，而我丝毫不担心，安安稳稳地在宫里面养胎。小桃已经是我的得力副手兼大掌柜了，在我养胎的那些日子，生意上的事情都交给了他。慕容平这场仗打得很顺利，把北院皇室全部打得去见太爷了。班师回京的时候，全城欢呼，而我突然要生了。慕容平听说后，第一时间到了产房外，焦急地等了半天。王公公看着慕容平走来走去的样子，劝慰道：“陛下您歇歇吧，娘娘一定会平安的。”慕容平说：“朕当然知道皇后会没事。”话音刚落，小桃出来报喜：“
陛下，主子生了个小皇子。慕容平问小桃，皇后怎么样？累坏了，需要好生休养。慕容平这才停止踱步，对王公公说，朕就是害怕生出来的孩子太丑。朕和皇后都长得好看，要是生出来一个丑娃娃就不好了。不过慕容平显然多想了。慕容燕还在襁褓里面的时候，人人都说这个孩子长得好看，越大点就越是美人胚子，好看是好看，但总觉得像女娃娃。慕容平说，我是想要公主想疯了，毕竟孕中我就一直期待想要个小公主。慕容燕百日宴的时候，慕容平就下旨册封了太子。我的母爱并没有维持多久就把孩子扔给了慕容平，毕竟生孩子之前我就告诉过他，我不想自己带，也不想让工人带，就是想要趁机培养他们父子的关系。所以朝臣经常会看到慕容平抱着孩子上朝的场面。一开始还劝诫慕容平，但后来就见怪不怪了。要问我去了哪里，人家已经到了院地开酒楼了。番外，慕容燕。我总觉得父皇母后不太熟，就像母后不知道父皇不能吃河鲜一样，父皇也不知道母后的钱放在哪里。六喜掐着嗓子说，小殿下，这两样能一样吗？我又想了想，他们还是不熟，父皇母后相处的时候都是淡淡的，而且都是个忙个的事情。我听六喜说，母后在我1岁的时候就出门远游做生意了，剩下的时间都是父皇带我，直到3年后母后才回来。当时我还以为父皇会怪母后一直不回家，但父皇却是很自然地迎母后回宫，两人说了一夜的家常话。他们还从不在我面前秀恩爱，所以我觉得是他们没有恩爱可秀。但六喜却说，小殿下，他们孩子一个接着一个的生，难道这还感情不好吗？不管，我不信，他们就是不熟。12岁那年我生了天花，父皇母后2个人一起照顾我半个月，这是我仅能感受到他们最熟悉的一次。而后等我病好了，他们又是个忙的，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害怕母后这样不着家父皇会有新宠。但直到母后驾崩，宫里面还是只有母后一个女人。9岁那年，母后生了2妹；14岁那年，母后又生下了3弟。母后还是把弟妹都扔给了父皇，她的生意越做越大，钱也是源源不断的进到口袋里面。当然，父皇也忙得不行，就把弟妹扔给了我和陈相公。父皇下江南，平乱匪，入关中，镇大汉，踏中原，定黄河。史官们写文章的速度都比不上父皇建功立业的速度，更何况父皇对朝臣们信任放权，对部下有礼尊敬，对百姓爱戴关怀，能记入史书上的事情数不胜数，史官们的溢美之词都快用完了。当然，母后也没闲着，整个大齐的酒楼一半都是她开的，不只是酒楼，车马行、布匹、金银器物、吃食铺，母后真的是干一行成一行。跟他们相比，我真的自卑了。母后薨逝后，父皇一滴眼泪都没掉，只是看着母后的棺椁发了一夜的呆。处理完丧仪之后，并没有伤心多久，又开始一刻不停地处理朝政。母后薨逝那年才50岁，并不长寿。剩下的30年，父皇都是独自一人过的。直到父皇合眼之前，他才用苍老浑浊的声音叫了一声母后的名字，商林郎。手中的15文钱噼里啪啦地摔在地上，渐渐没了声响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